林动，你爹欠了一屁股账，负债子成。今天500块拿不出来，就拿你们的房契抵债。赵铁军，你讲不讲理？我爹明明是被你做局下套才欠了那笔阎王债。大雪封山，你现在来逼债，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吗？妈，我怕。造孽呀！秋雅多好的女人，起早贪黑的干活，怎么就摊上林动这么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窝囊鱼？可不是嘛，老爹都被气没了，天天浑浑噩噩。现在债主上门收房，他还缩在墙角当乌龟，让老婆孩子顶在前面。完了，这大寒冬腊月的，老婆孩子摊上这么个主，今晚非得冻没在街上不可。我重生了。1987年，回到了这个一切悲剧刚刚开始的时刻。少废话！赵老板大发慈悲才给你们拖到今天，拿不出钱就赶紧拿房契抵债，不然今晚就把你们连人带铺盖卷全扔到外头雪窝子里去。出去！哎呦，你个废物，你敢跟我动手！秋燕，把东西放下，别吓着楠楠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林动，房子没了，咱们在这寒冬腊月里怎么活呀？赵铁军，房子我不会给，今天你砸不了这个家，也拿不走任何东西。哟，林动，你平时3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今天倒是长脾气了。行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弟兄们，给我把这屋里能喘气儿的全给我拽出去！赵老板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今天敢动粗，明天一早联合检查组一来，你的木材行就得贴上封条。你这后半辈子就等着进去好好交代吧。你少拿大话岔我，我正正经经做买卖，怕什么联合检查？正经买卖？你后院那座堆了3年的巨篾子，这2天正往外冒着青烟吧？明天突击防火检查，你那废料山就是个炸药桶，危及林区安全。这个雷，你顶得住吗？你怎么知道明天有突击检查？别管我怎么知道，大雪封路，全县的卡车都停运了，你根本找不到车皮连夜把那堆垃圾拉走。这关你过不去，整个林区除了我，没人救得了你。老板，这小子说的好像是真事儿啊！明天侦查消防，咱们的锯末子都烧出底火了。林动，你敢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是交易。明天天亮前，我把你后院那座锯末山清得干干净净，保你顺利度过检查。就凭你一晚上能搬空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但是你手里那张借条，立刻当着我的面撕了，所有欠款一笔勾销。另外，你后山那个废弃的破砖窑，加上那堆不要的锯木，全归我。林动，你疯了！那可是2层楼高的锯末废料啊！外面零下30度，你会活活累死、冻死在雪地里的！你要那破砖窑和废料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林动啊，林动，我还以为你憋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绝招了，原来是想那么当免费的苦力给我搬垃圾。行啊，你要真的破窑我也一晚上清空，那500块的烂账我赵铁军认栽，直接免了。口说无凭，立字为据。字据给你，明天早上8点，要是院子里还有一片木屑，你不仅房契得给我，你们一家3口就准备好烂在雪窝子里的吧。走。林动，咱们这回是真的完了，那根本干不完的呀。秋燕，别哭，咱们的好日子从今天这场大雪才刚刚开始。穿上最厚的棉袄，把家里的大板车推出来。爸爸，外面好冷，我们去哪儿呀？
爸爸带你们去把垃圾变成黑金，去生一团永远不会灭的火。林东，天都快亮了，赵铁军院里那座巨墨山少说也有几十吨，咱们一家三口就算是长了3头6臂也搬不完啊！天一亮，咱们连这个破窑都筑不成了。秋妍，相信我，我既然敢打这个赌，就一定有把握。干苦力是搬不空那座山的，咱们得借力。你在这儿看好孩子，靠近火堆哪儿也别去，我去请个人。谁呀？大半夜的催命啊！陈师傅，我是林木匠儿子林动，深夜打扰，有件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，求您老出山。哼，林家小子，你爹是个实在人，可惜被赵铁军那个混账给做局坑了。不过你拿着肉来没用，我早金盆洗手了，现在手艺不值钱，回去吧。如果我说我手里有一份能让废木屑变成黑金的机械图纸呢？把废木屑变成黑金，小子，大雪天别发癔症，就算省里的专家来了，也不敢夸这喊口。陈师傅，您过眼，这叫螺旋挤压推进器，利用电机带动螺旋轴高速旋转，在成型桶内产生200度以上的高温和极强的压力。锯木子不用加粘合剂，在这温度下木质树自然融化，被生生挤压成密度比原木高3倍的新棒。传动比、加热圈、反动力差，这齿轮的搅合设计，我的老天爷，这是谁画的？我画的。林东，你想造这台机器？不仅要造，而且今晚就得造出来。赵铁军要逼死我全家，我跟他打了个赌，天亮前我要把他后院几十吨的举墨全清空，但我一个人拉不完。我需要人，需要废品站里的旧零件，更需要您这双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手。好小子，这肉你拿回去给你媳妇儿孩子补身子。老头子，我今天就豁出这把老骨头，陪你折腾一回，不会咱找活吗？赵铁军平时在林区横行霸道，我早看他不顺眼了。走，去机修厂的废料库，我知道那儿有一堆报废的拖拉机招动轴和无缝钢管，正合你图纸上的尺寸，只要料凑齐，老头子我今晚就是拿锉刀搓，也给你把这台机器搓出来。林动，你小子画的这图纸简直绝了！这根报废的东风拖拉机转斗头硬度极高，只要把螺鼻按你说的角度重新车出来，绝对能扛得住高温高压。陈师傅，图纸是死的，手艺是活的。没有您这8级骈工的功底，这核心部件卡不进这0.几毫米的共差里。核心部件全了，只要接上3相电，这铁疙瘩就能转起来。可是林东，机器有了，赵铁军院子里那几十吨的巨沫子，就剩不到4个小时了，你怎么搬？用肩膀扛，用车推，只要机器造出来了，哪怕是用手捧，我也得把他的后院掏空。陈师傅，大恩不言谢，这机器我先拉回破砖窑了，少跟老头子扯淡。既然机器造出来了，我不亲眼看着他把赛渣吐成金子，我怎么睡得着？走，老头子陪你搬山。
老板，您就放心吧，那林动就是个失心疯，几十吨的碎木头渣子，平时雇10辆大卡车也得拉上一整天，就凭他那一家3口，加上几辆破板车，累吐血也弄不走1/10。等明天天一亮，他那房契不还是乖乖落到您手里？哼，林老头是个犟骨头，他的小崽子更是不知死活，敢拿消防检查来拿捏我。等明天我收了他的房子，再找几个人把那巨墨山盖上防水油布，消防队也查不出什么底火。我就让林动一家去大街上喝西北风。老板，您看那边是不是有鬼啊？老陈，你在大喇叭底下一喊，兄弟们就都来了。这几年赵铁军这种投机倒把的黑心商户啊，咱们挤兑的半死不活，大伙儿心里都憋着一口气。今天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不让这种小人看咱们工人的笑话。好兄弟，大家伙儿装车，天亮前咱们把这座山给平了。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帮神经病？他们不要命了吗？老板，那帮好像都是以前厂里下岗的硬骨头，咱们要不要出去拦住他们？他们愿意当免费柴雇，就让他们搬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把这堆垃圾拉回去能当饭吃。各位，你们赵铁军，有人举报你这里有消防隐患，我们来核查情况，带我们去后院看看。是，各位跟我来，请。老赵啊，之前有人举报你这儿消防隐患大，我还替你捏把汗。现在看来，你这后院清洗得很干净嘛，不错，防火意识很到位，继续保持。应该的，您放心。电接通了，这台东风报废电机的线圈老化的厉害，但我给它重新绕了铜线，应该能扛住满负荷。推闸上电。出东西了！我的老天爷，这重量不对呀！这一小节的重量比同等大小的实心硬木还要沉得多，而且这硬度，神了，真神了！不用一滴胶水，碎木头渣子居然能变成这么硬的木头棒子，这密度扔到水里估计直接就沉底儿了。林动，你这是用了什么仙法？这不是仙法，是物理。松木锯末里含有大量的木质素，在200度以上的高温和极强的机械压力下，
木质树会自然融化，变成最好的天然粘合剂，这就叫机制新棒。但这只是第一步。新棒还不能直接当炭烧，它不仅烟大，而且燃烧时间短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给它淬火。竖着码放，棒与棒之间必须留出1指宽的缝隙，绝对不能靠死。炭化是个需要阳气，但又不能攻陷过多的过程。这些缝隙就是窑火呼吸的通道，通道乱了，整窑的炭都会化成灰。林东，能成吗？一定能。炭化开始了，先排湿气，耐过脱水层，等白烟变成黄烟，最后变成青烟，这批无烟机制炭就成了。林动，这一窑要是真能烧出无烟的好炭，你不仅打了赵铁军的脸，你怕是要把整个县的取暖生意都给掀翻了呀！谈不上掀翻谁，大家伙冒着风雪跟我熬，我总得让这窑火给咱们烧出一条活路。赵铁军卡不住咱们，这道坎儿咱们就算是迈过去了。封窑，这成色。点火，验货。无烟，真的是完全无烟，火头这么硬，这么蓝，神了！林老板，你不仅把废木屑压成了炭，你还造出了这世上最干净的炭啊！大小子，这只是第一步，好东西得卖出它该有的身价。从今天起，咱们的炭要比市面上的原木炭贵。大山，这炭好是好，但县里烧锅炉、开饭店的大多都跟赵铁军签了长期的供货合同，他的木材行垄断了原木，咱们现在去抢市场，人家能认咱们这黑棒子吗？最好的推销不需要靠嘴。只要让顾客看一眼这幽蓝的火苗，劣质木炭就只能扫地出门。陈师傅，留几个人看候窑口，准备第2批制棒，剩下的兄弟回去好好睡一觉。林中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县城国营聚宾楼。这什么味儿啊！赶紧开窗！赵老板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今天中午，省外贸局有位重要的外宾要来咱们这儿考察，顺道品尝铜锅涮肉。
你昨天送来的这批原木炭是怎么回事？刘经理，您消消火，这几天不是大雪封山吗？好木头运不出来，这批炭在窑里可能沾了点血水，没彻底炭化透。您多通通风，等它烧旺了就没烟了。胡闹！外宾的车还有半小时就到了，我这满屋子乌烟瘴气，你让我怎么迎客？去，马上让你的人回木材行，给我拉一批上好的无烟白炭过来。快！干什么？哪还有什么好炭？上等原木早让我高价调卖去外地了。刘经理，这大雪天的，现拉真的来不及了啊！要不您让后厨凑合凑合，外宾也是人，也得接地气不是？你。刘经理，如果不想让外宾看笑话，撤掉炭盆里那些熏人的废木头。试试我的炭。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这种6横带孔的黑棒子还真是头一回见。林老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可别拿老大哥我开涮。这黑乎乎的铁棒子连个木头纹理都没有，能当炭烧？刘经理，您别听他忽悠，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这不就是用废木屑压出来的垃圾棒子吗？这种用巨妹子糊弄出来的假炭，点不点得着都是个问题。就算点着了，那也得是满屋子飞灰啊！天天就见了吧？啊！刘经理，把门窗打开通风。服务员，拿几片引火的干包屁过来。按他说的做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堆废招能烧出什么花来。刘经理，您可以伸手试一下温度。这火头，这温度，这比最上等的青钢木白炭还要耐烧，一点烟气都没有，纯粹的火，绝了，真是绝了！这不可能，废渣怎么可能烧出这种火？林老弟，你这炭还有多少？我全要了，马上送货过来，外宾马上就到。我们后厨那10几口铜锅正等着生火呢。货有，但规矩得提前定好。第一，我的大林机制炭价格是市面上优质原木炭的1倍半。第二，从今天起，聚宾楼所有的木炭供应只能走我这一个渠道。林动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刘经理，咱们饭店和我的木材行可是签了长期合同的。赵老板，你还有脸提合同？咱们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是特级无烟白炭，你给我送来一堆发霉冒烟的烂木头，差点砸了聚宾楼的招牌。就凭这一点，我没去工商局告你违约，就算你走运了。从现在起，咱们的供货合同作废。你那些冒烟的垃圾，赶紧给我拉走！机制炭的降维打击比所有人预想的还要猛烈。那天的外事接待非常成功，省外贸局的领导对聚宾楼的铜锅肉臊赞不绝口，尤其是对那无烟无味、火候极稳的底炭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消息就像长了翅膀，仅仅3天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县城。在这个信息闭塞却极度看重口碑的80年代，一种耐烧、无烟、火力猛烈的新型神仙炭，成了县里所有用煤用炭大户眼里的香饽饽。赵老板，实在对不住啊！县医院的住院部锅炉房说了，以后不烧你们家的原煤炭了，人家嫌出灰量太大，而且晚上还得频繁添柴。大林炭厂的机制炭1根顶3根，半夜都不用派人起来看炉子。这半车货您给退了吧。老赵，我们供销社的单子也得停一停了。现在县里的老百姓都在抢购那种黑色的空心炭，你这几10毛袋的原木炭根本卖不动啊！哼，堆在仓库里还占地方，
林动，大林探场，把院里所有能打的兄弟全叫上，跟我去后山砖窑。我倒要看看，他林动今天护不护得住那个破铁疙瘩。林动，给我滚出来！林动，他们来砸场子了！陈师傅，让兄弟们别动，看好机器和嫂子他们。赵老板兴师动众地跑到我这破窑来，有何贵干？少给我装蒜！你用那种来路不明的黑炭，断了我木材行的活路。今天这笔账，咱们得好好算算。商场如战场，各凭本事吃饭。你的原木炭烟大火虚，价格还高，被市场淘汰是早晚的事儿。怎么，正常买卖竞争不过，就打算改当土匪了？林动，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，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把你造炭的机器和配方交出来，这砖窑从今天起归我，我放你全家一条生路；第二，我身后的兄弟今天就把你这窑平了，把你那堆破铜烂铁砸成铁渣子。赵铁军，你敢砸我的窑？那你信不信？只要你今天动了这砖窑里一块砖，明天一早不仅你的木材商会被封，而且你们这帮人都要进去至少10年。老板，这小子邪门得很，他上次就拿消防检查炸了咱们一回，这次别又是设了什么？闭嘴！吓唬我！你以为你在这荒郊野岭私自建窑是个什么合法勾当？你连工商局的个体户营业执照都没有，我今天就是替天行道，把你这个黑作坊砸了，谁能拿我怎么样？哼，谁告诉你我是黑作坊？赵老板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省外贸局和县轻工业局昨天下午刚刚联合下发的批文。我这大林环保炭厂生产的机制无烟炭，各项理化指标完美符合冬季取暖环保标准。昨天我已经签下了第一批出口取暖大单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不可能！你一个收破烂的，怎么可能拿到外汇单子？赵铁军，时代变了，靠垄断和耍流氓发横财的日子结束了。你手里那几百吨劣质木头，就让他们慢慢烂在你的大院里吧。如果你想进去的话，那便继续；如果不想，那就带着你的小弟离开。陈师傅，机器预热好了没有？下一批外汇单子催得紧，上料开工。好嘞！时间过去了1周，林区的天气依旧寒冷刺骨，但县城的商业格局却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。林老弟，不，林老板，我认栽了。我那院子里还有200吨上好的青钢木，你只要按进价的1半收走，不，1/3就行，给我留条活路，让我把外面的烂账平了，我马上带着老婆孩子滚回老家，再也不踏进县城半步。赵铁军，我说过，我不收好木头，我只收废料。你的木材行走到今天，是因为你永远只想着怎么垄断资源去吸别人的血，而不是怎么把东西做好。不过，为了完成省里的外汇大单，我的炭厂需要扩建。你的那块场地，还有院里停着的那5辆旧解放报卡车，我按市价全资收购。这笔钱足够你还清债务，干干净净的离开。林老板，我赵铁军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今天我彻底服了。您的格局，我下辈子也学不来。3天后，原赵氏木材行大院，
大门上早已换上了大林环保炭厂的崭新铜牌，院子被彻底清扫干净，一排排新建的标准化简易厂房拔地而起。厂区门外的砖墙上贴着一张用红纸黑字写就的招工启事。老李，你说这大林炭厂招工靠谱吗？靠谱。你没看见那牌子底下挂着省外贸局定点单位吗？林老板是个干实事的人，今天招收50名熟练工，我这把老骨头就算豁出去，也得争个名额。各位老师傅、老大哥们，感谢大家大雪天来捧大林炭厂的场。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曾经都是各个大厂的骨干、劳模，你们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机器和车间，现在却因为各种原因，在这个冬天没了生计。外面的规矩我不管，但在我林动的厂子里，规矩只有一条，在这里。不看你的出身，不看你有没有关系，更不看你以前是不是因为脾气臭得罪过领导，我林动只认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你们手里的技术和你们肩膀上的力气。只要机器在转，只要咱们身后的窑火不灭，我林动今天向各位保证，大林炭厂绝不拖欠哪怕1分钱的血汗钱，只要你们肯出力，你们每一个人的饭盒里就永远有肉。林老板，算我一个。我老李这条命以后就卖给大林炭厂了，算我一个，我也干，只要管饭盒里有肉，让我住车间里都行。林区上空，粗壮的烟囱里喷吐出洁白而粗壮的手蒸气，直插云霄。1987年的这场凛冬终将过去，而属于林动、属于这群老工人的硬核工业时代，才刚刚拉开轰轰烈烈的序幕。